大家好，我是大王。2年前的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案因法院判决再次引爆了舆论。主流观点是认为女大学生涉嫌诬告和学术不端，也有少量的观点，包括有律师就认为这个败诉不等于诬告，学术有问题不等于不能起诉性骚扰。双方观点听下来都有一番道理。更有人听完杨某要求肖某道歉的这段录音，感慨一般人真是扛不住。有男孩的父母都应该听一听，要提前教教孩子。在舆论引爆了2天之后武汉大学也表示，现在将调查复核杨某的学术论文，而武大也将调查复核肖某的纪律处分。现在学校已经组建了工作专班，将进行全面的调查复核。今天就来一起听听这些不同的观点，也欢迎留下您的观点。法律的底线被法学生碾碎，谁在纵容这场暴行呢？真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吗？一名未来可能穿上法官袍、律师袍的法学生，用莫须有的性骚扰指控，把同校同学的隔桌挠痒说成自慰，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公布男方的身份，把男方拖进网暴炼狱。法院用法律还了男方清白，女方却拿着保研通知书对着遍体鳞伤的受害者狞笑，我会一直举报你，让你永无宁日，恕我直言。这是一场披着维权外衣的猎杀，更可怕的是有人在给这场猎杀递刀子。2023年的7月11号，武汉大学法学系女生杨某某在图书馆用手机偷拍了坐在对面的男生肖同学5段视频。视频里肖同学反复抓挠大腿，他一口咬定对方是看着他自慰，是性骚扰，逼肖同学写道歉，承认做了下流事儿。事后把视频和道歉信发布到网络上。武汉大学给肖同学记过处分，通报以媒体性骚扰，只含糊写着不雅行为。一所100年高校连基本的举证环节都省了，把一个学生的名声当平息舆论的垫脚石。2025年7月25号，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像一道迟来的光，5名医学专家联合论证，肖同学的动作符合长期湿疹患者的抓挠特征，图书馆座位是系统随机分配，2人全程零交流。肖某晒出的5年湿疹病例更铁证如山，事发当天中午，他刚托人买了治疗的药膏。法院判决肖同学未实施性骚扰，驳回杨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杨某某在社交平台连发3条动态，炫耀自己保研香港浸会大学读博，说自己在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威胁肖同学，你以后从业会更艰难，我会继续举报。第3条更嚣张，不会道歉，我没错。肖同学呢，被开盒网暴，照片被制作成花圈遗像，生出官2代、富2代性欺压女生等谣言，全家遭遇网暴。他的爷爷因为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诅咒，当场晕倒，半年以后离世。肖同学被逼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倾向高达80%。曾经的学霸，如今连正常上课都做不到。杨某某的可怕不在于他诬告了1次，而在于他从头到尾都在玩弄规则。作为法学生，他不可能不懂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他偏要把怀疑当证据，在网上公开肖同学的信息，煽动网友审判。他要的不是真相，是舆论绞杀。法院认定肖同学清白，他就用无限举报对抗法律。司法权威在他眼里不如他脑子里的我即正义。合他意的时候，法律是维权武器；不合他意的时候，法律就是废纸。这真的是未来的法律人吗？更讽刺的是，有知情人扒出他的硕士论文漏洞百出，甚至引用了根本不存在的离婚法，却还能通过答辩。香港浸会大学还给他发了博士 offer， 要培养这个用莫须有和举报杀人的学生。这是在告诉所有人，只要够狠，诬告不仅不用担责，还能踩着别人的废墟上位吗？而武汉大学时至今日的沉默更让人齿寒。法院判了肖同学清白，学校的记过处分还挂着，难道是怕撤销处分打脸吗？难道就为了这点面子，不管一个学生的人生被毁，不管爷爷的死可能和这场冤屈有关吗？当初为了舆情降温草率处分，现在为了不打脸拒不纠错，学生的尊严比不上维稳的指标，司法的判决压不过行政的傲慢吗？高校本该是讲道理守规则的地方，但武大的这次表现像个缩头的鸵鸟，出了事就悟，悟不住就赖，赖不掉装聋作哑。这样的榜样教给学生的是什么呢？是规则可以变通，还是权力大于正义？有人说杨某某也是受害者，说大家各让一步，这是和稀泥，更是对恶的纵容。当然，说两败俱伤的媒体已经删稿跑路了，删稿还是说明听到了网友的呼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根本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可供和稀泥。当杨某某以莫须有发起网络审判的时候，当他拿着保研通知书嘲讽肖同学的时候，当他抗拒法律判决的时候，他怎么会是受
受害者呢？当法院判决下达武大还不纠错的那一刻，他就丧失了作为百年学府的体面，成了帮凶。当香港浸会大学接收这样的学生的时候，他就不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在给诬告者发通行证。学历洗不掉道德污点，博士帽戴在诬告者的头上，所有守规矩的学生都会成为笑话。舆情更不能架空司法，高校要是怕舆情就牺牲学生，那和古代献祭平民求太平求雨有什么区别？在此，我郑重向武汉大学喊话，请撤销对肖同学的记过处分，给人家一个说法。一所大学的脸面尊严不在于不犯错，在于敢认错。已经有网友呼吁给肖同学制作鸣冤的文化衫，你们还要继续沉默吗？难道真的要让这场荒唐持续蔓延吗？香港浸会大学也请听听祖国大陆的网络之声，现在已经有数千网友给你们发去抗议信，这是网络暴力还是社会对底线的守护？请您自行斟酌。杨某某他用无限举报追杀肖同学，真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吗？武大图书馆事件的一审判决也下来了，目前还没有生效。作为一名律师，我今天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仔仔细细地读了很多遍判决书，也研究了原告的所有证据。我觉得这个案件有好多个疑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视频发出来，我真的有可能会被网暴，但是我不吐不快，我真的忍不住质疑，我也忍不住想为这位勇敢的女生发声。希望这个视频看到最后，大家会对这个事件有更完整的认识和更深刻的思考。首先，败诉不等于诬告，诬告的意思是捏造虚假事实进行虚假告发。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如果一个男的坐在你对面2个小时的时间里，不停地用手掌心或者说用手去摩擦你的裆部、大腿根部，并且在你跟他挑明的时候，他也现场承认了、道歉了、求饶了，还提出来要私了，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刚才是真的被性骚扰了？同时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性骚扰。根据民法典1010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只要对方做出来的跟性暗示有关的，让你心理上觉得不适的，不仅仅包括肢体接触，也包括言语挑逗、图文展示和模拟自慰。也就是说，没有进行肢体接触也能构成性骚扰的。所以第一个结论已经出来了，不管这个男的当时是在挠痒痒还是在自慰，只要这个女生在合理觉得对方真的在性骚扰的情况下进行举报、匿名的发声和起诉，都是没有问题的，也都不构成诬告。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败诉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男的当时他真的是在挠痒痒？显然不是。大家要搞清楚一点，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在民事诉讼里面，谁主张谁举证。女生她没有上帝视角的，当她发现这个男的行为有异常的时候，作为一名法学生，她真的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试图取证了。但是她在偷拍的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还原当时的现场环境，男生的表情、呼吸，他每一次做这种动作的持续时间和一些细节是还原不了的。在视频模棱两可，有可能是在挠痒，有可能是在自慰的情况下，法院认为他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当时就是在自慰的话，判他输是有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这个男生一定是在挠痒。那么他当时到底是在挠痒还是在自慰呢？我有以下4个疑点。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空座位的情况下，他偏偏要选择坐在这个女生的对面呢？你的视角来说，位置在图书馆的北门走廊，这个位置我们俩是在很多东西我在推文里面没有写。我们在夏天暑假学校里面图书馆的人本来就很少。这第二点是图书馆的北门走廊那个位置是没有空调的，它离着入口非常近，所以那地方很热，坐那的同学很少。我坐在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可以出声的读东西，其他的自习室你是不可以出声的读东西的，所以我在那我要出声的读东西，所以我坐在那个位置。而且那个位置是有2排位置的，一排是坐4个人，另一排坐2个人，所以第一，北门走廊人本身特别少，基本上是1个人独占1张桌子的。我坐那个位置只有1张单桌，那个单桌可以对向而坐2个人。那个位置除了就2个人相约一起来上自习，他会坐在那个地方以外，剩下的他不会。所以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我当时就有点奇怪，我说这个人怎么坐我对面了？因为一般都是1个人在坐，那坐了一会儿没一会儿他就走了。6点钟吃完饭回来之后，我又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过了没多久他又回来，又坐在我对面了。所以他连着2次都故意专门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位置是人单桌。所以他单桌不是单就是单桌，他对象会坐一面坐1个人。一般情况在现场的场景下面，一般情况一个桌只会坐1个人，是对，除非是2个认识的人在相约来图书馆上自习。好的，那他有看你吗？或者是有打招呼吗？没有跟我打招呼，但是他经常在看我。哦，你们有对视吗？我有看到他看到我，他眼神立马就收回。作为一名全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内敛的、内向的、不谙世事的一个小男孩，
他在明明知道自己有湿疹的情况下，明明知道自己可能需要长时间用手去摩擦自己的大腿根部，并且导致这个桌面抖动，然后可能会打扰别人的情况下，有那么多空位的情况下，他非要选择在这边有双人位也有单人位的情况下选择单人位，并且要坐在一名异性对面，这个事情很难让人理解。其次就是视频里面男生的动作持续不断，他真的是在挠痒痒吗？第三个疑问，现场华贵式的道歉，逻辑非常的清晰，然后又带着哭腔卖惨求饶，却没有一句话在讲自己有湿疹。我很好奇，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道歉？网友说，当时因为这个女生给他施加的压力很大，然后这个男生嘛又是不谙世事，他家里人告诉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他很想把这个事情了结了，就赶紧结束，好像很有道理。就在这样的压力下，他有可能会去写一个道歉信的，但是他们的对话实在是太诡异了，你知道吗？我很难想象，就是你在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情况下，能够进行这么丝滑的道歉。什么？你说什么？我说只要你报警过来，我跟他们去这个去跟他们说我是经济不足，我不要经济补偿，我不缺钱。我知道经济不足，我不缺，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也不用钱，我一点都不缺钱。我就是你先讲完再说。我就是说实话，我几次了？是不是？我放屁可熟练了，看得出来了。不是，你在张嘴权利那个，我需要，我就跟你商量，什么商量？就是说，我要一个官方的道歉，我不要你物质的经济补偿。怎么道歉？经过你辅导员，经过你学院，经过你父母。对，我知道我放弃了，我是我知道我是从下午6点到现在晚上8点28分，现在2个小时了，你觉得这是一时冲动的事情吗？我有视频需要我录了4段视频，需要我给你看吗？没有证据我不会打你。我一开始确实是那个。我能站在这个地方抓你，但你知不知道，当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气得手抖。我比你大，但我依然气得手抖。这是对我的冒犯，那你凭什么要求你私下点跟我说对不起完事了呢？人真的可以无中生有的为自己做的事情做那么细致的、那么深入的、那么具体的、那么流畅的一个道歉吗？你们有没有看到女生让他写道歉信的时候，他一开始在道歉信上写的是说自己侵犯女生的隐私，那女生说你少在这里文绉绉的说什么侵犯隐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偷看了我什么比如说日记之类的东西呢，然后让男生仔仔细细的写出来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男生就开始写说自己偷拍了女孩子，那女生说你偷拍了我东西吗？你手机交出来我看看。后来女生检查完之后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偷拍，然后女生就问他说你没有偷拍，你为什么要写自己偷拍？然后这个男的就说因为我觉得自己前面做这个事情可能有点龌龊。你拍了什么？照片拍了吗？不是打开，打开。没，这确实是没有。打开。这个日期都是之前的，就之前的。你没拍完，为什么要写开了？不是，我先说一次，你觉得龌龊？你做什么写出来了？那我就是你在上面读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男就一直道歉，说自己想要保研，不希望被学校处分，不想要让辅导员知道，也不想让家长知道，还提出来说要给他赔钱，进行私聊。就我觉得他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他顾虑的东西以及他提出来的方案都非常的合理。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发生在第一现场第一反应的这么一个流畅的对话，男同学的妈妈说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哪里惹到了这个女生，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写了道歉信，直到第2天学校通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说性骚扰啊。你们觉得合理吗？我觉得都很好，很想笑好吗？第4是他湿疹的这个事情也很奇怪，他们首先提交了22年1月份的就诊病历，法院认为呢不是这个男同学本人的就诊记录，没有予以采纳。后来他们又提交了23年11月2号、12月8号和12月28号的病历来证明这个男同学确实是有湿疹，法院采纳了。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图书馆事件发生在7月份，学校的这个处分呢是在10月份做的，然后他们11月份开始就紧赶慢赶的在3家完全不一样的超级大型的3甲医院进行湿疹的门诊治疗。这个阵仗多少是有点大，也有点刻意了。我想说湿疹可能是真的，但是自慰也有可能是真的。有的人说自慰怎么可能自慰2个小时呢？开什么玩笑呢？但是我要说的是，它并不是持续2个小时啊，它是走走停停的，而且呢在没有高潮导出的情况下，他通过这种轻柔的、缓慢的、隐蔽的磨蹭动作来延长自己的这个刺激的时长，间断性的多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哈。退一万步说，即便这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即便他真的只是在挠痒痒，女生在当时的情景下选择维权有错吗？
一个男生在图书馆持续不断地做出敏感动作，并且自己也当场承认了不妥，女生选择发声有问题吗？他既没有公开男同学的个人信息，也没有恶意炒作，给了学校3个月的时间去调查和解释，可是学生、家长、校方没有任何一方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他才不得已去选择在网络上发声。我觉得他非常的勇敢，也已经非常的严谨。这样勇敢、理智、克制、冷静，甚至在质疑的时候还要为对方保留隐私的行为，却仍旧让大家现在是举着这个学术的大旗对他进行网暴。那未来还有谁去发声呢？他的举报基于真实的不安，他的质疑合乎常理，他的处理方式已经足够的谨慎，可结果还是这样。如果社会对维权者的容错率是0，如果勇敢的代价是毁灭，那么沉默就成了罪恶的帮凶。以后在动车上以后在高铁上、公交车上，有人在后面顶着我猥亵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下意识的先反思，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如果领导对我进行性骚扰的时候，我会不会因为担心证据不足而选择忍气吞声？当我正常维权被无视的时候，因为担心被网暴，我是不是就要放弃维权？因为我不敢随便在网络上发言呀。不要用完美受害者的枷锁去扼杀每一句勇敢的，我觉得不对。当举证困难成为骚扰者的盾牌，当合理怀疑被污名化为诬告，受害者的路只会越来越窄，而这条路通向的是所有人的沉默。听完肖同学的图书馆录音之后，如果还能自称自己能够扛得住的，你们都是爷们儿。我觉得我可能也扛不住，做的可能不会比他好太多。我最多可能就是不去写这些东西吧，但是心理崩溃我估计是大概率的事情。视频很长，接近于完整的录音，大家听一下吧。尤其是家里面有男孩子的家长，可以提前教育一下，以后如果真的碰到这种事情以后该怎么办。那你刚才这样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我是愿意的吗？我是对不起，如果你刚才说我一定帮你马上删掉我把这个全删掉，是这样，对不起，我错了。写。辅导员的联系方式也写下面。这个私下解决。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公共场所张出来，就已经是私下解决了。你也是学法的，你也知道，我现在要找你要解决责任，你是敲诈你，我不做这种事情，但我要求合理的道歉。我现在想我愿意私下解决。我不要钱，我要你能有几个钱？我想表达我的歉意。好，那你就写就可以了。这个你别老跟辅导员别这样，这个不是我害了你，是你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我也是学法律的，这是我自己合法的权益。所以就是说，行，没关系，你写。对，我可以，你写该写的还是要写的。取得谅解，我说不，写了2行字让我谅解啊。我是在说，好，那你先写，我已经很理智了，你先写。犯什么错误写清楚，不知道以为你骂了我呢，不用文绉绉的。哎，不用写那么文绉绉的，什么隐私权啊，具体做了什么事情都写好，不止一次。你今天下午不是成年人，你当我是傻的是不是？就下午从6点钟，我6点钟就开始看了。6点20。是那个是。具体时间细节需要我给你回忆吗？不需要。好，那就写清楚。把这个隐私权你先写一会儿再补充。隐私权不让你给你看我东西了呢，是看我东西的问题吗？对不起。先写完再说，我该补充的我等会让你补充。这里是公共场合，我在这里解决，你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在这里解决没有任何问题。人少的地方我打不过你。所以我不是意思。没关系，你就在这里写，我声音已经够小的了。你写详细一点，你写详细一点，我就少逼2句，好吗？我说你说不谈，把事情所有人去想象不谈。你觉得是我误解你意思了吗？对不起，我坐这儿可以，因为我声音小点，你坐这儿给我写。我说一句话。你说。我是这样过的。我有点自己被担待一点，就是我大1了，然后。你是22级的，你今年至少20岁了，你成年了。对，我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从大1开始一直想努力的想去把人什么的我的基本我一直在决定别高的发言，那个处理我其他什么条件我都愿意接受。你先写完再说。好，我的东西。这样我在后头补充，不管你自己想，我在后头写。对，后头补充，格式不要紧，你圈出来往后面补充，你干啥什么事你说清楚就可以了。这样。如果不行，我在家里别说。你可没拍我呢，你拍了什么？照片拍了吗？不是。手机打开，相册打开。没有，这个确实是没有。相册打开。好，这些日期都是之前的了，都之前的。你没拍我呀？你为什么要写拍我呢？不是，我之前说的是我说。你觉得龌龊？你能做得出来，为什么写不出来呢？那我重写一点好了。你在上面补就可以了。
那让我重写一遍。不用，下面补就可以，不要紧。啊，那我写你好吗？上面重新写就可以，不要紧。那我就相当于表示上面删除。是你写的就行。我要给你做一下，给别人看到的。没关系，我看你写的东西怎么了？好。犯法的吗？犯法的吗？你写的是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我说只要你不告诉我辅导员，我跟他们去这个学校，你跟他这样说，我是经济补偿，我不要经济补偿，我不缺钱。我这样经济补偿，我不缺。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也不用用钱弥补我，我一点都不缺钱。这个我就是。你先写完再说。我就说一句，说希望这个我就是。第几次了？是不是？放屁，你可熟练了，看得出来呢。我是第一次，我已经我是这个。上了1年大学了，你20了吧？先写完吧，写完再说。写完了这个。辅导员的联系方式，你自己的联系方式。这个我明白，那个你是要争取你的权利，那个我希望，我就是说我想跟你商量，怎么商量呢？就是说，我要一个官方的道歉，我不要你的物质和经济补偿。怎么官方的？经过你辅导员，经过你学院，经过你的父母。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今天下午不止一次，你应该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再也不这样做，你求你给我。我不知道你是会第一次，但我一定让这成为你最后一次。我再也不这样做，我想你保证，希望你给我一个。你的保证没有任何意义。明天离开图书馆，我们俩不会再见面，我们俩碰到的概率非常小。我只希望你放我的生路在这样子。你别哭啊，别哭啊！我真的不在意这样做。你们班的班群打开，我要看这是你的真实姓名。或者登你的智慧乐家都可以，我要拍的是你的真实姓名和真实学号。不要去说，我马上给你看。我就说，你祈求我没有用，刚才说的所有的话都是要祈求我让我跟你私下解决，还有别的要说的吗？就是我也是这样，就是说，我知道我犯了错，我是成年人，我知道我是成年人。从下午6点到现在晚上8点28，现在2个小时了。你觉得这是一时冲动的事情吗？我当时是一时的，后来我有视频需要我给你看，我录了4段视频，需要我给你看吗？我的意思是说，没有证据我不会抓你。是吧？我的意思说，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我一开始确实是冲动了。我能站在这个地方抓你，但你知不知道，当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气得手抖。我明白你的意思，姐姐。我比你大，对，但我依然气得手抖。对，是我的错。这是对我的冒犯。那你凭什么要求你私下简单跟我说句对不起就完事了呢？不姐，我可以跟你写一个公告，但是我就是我学人家，我医生那会儿你肯定不行，我知道的情况，你帮我写，我说话我做的不好，我希望你都发个善心，我很发善心了，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直接挂到朋友圈。我在这个地方待了4年，3年马上4年了，只要我想，我朋友圈立马就可以找到你是谁，可以把视频都发出去的。我已经发善心了。我通过私下解决，我没有扩到网上去。我要求你当你的辅导员，做一个正式的官方的道歉，是一个过分的。那我们现在就去找辅导员，他现在还在。你先给我看你的智慧乐家，我会私下去找。我今天不跟你一块出去，我不会跟你一起出去的。你是觉得说我会加害你的？我打不过你，你都可以这样子了，我可以往坏想的。我要看你的智慧乐家是怎么跟你。手头厉害，这个还有一个。不好打，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把名字写完了，刚才都不会写你名字，是不是？我太担心我害怕我你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都还是坦诚的。我不是这个，我你自己的名字你不会写吗？我就不该信你，你最好不该信你。对，这样，我把辅导员联系方式给你，就辅导员去说一个。我要拍照片。姐姐，我有话想说。你刚才从头到尾不是说的让我放过我这几句话吗？还有别的话要说吗？我再说一遍，我不要你任何钱，不要你任何物质补偿。我这样，其实我明白你想要一个正面道歉，我也很有权利，我明白。但是就是说，让我体谅你，谁来体谅我？我好端端坐电车在这里上自习，在学校的图书馆。明白姐，还有比这更能让人放心的环境吗？我在这个环境下，我就不能放心学习。对不起，姐姐，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放过一次。在我让你写下你的名字，让你给我写道歉的时候，连你的我是真的，我怎么记得你你不认识自己的名字啊？不是当时就害怕了，我很害怕。你说这个事情怎么不害怕呢？你是学民法的？
这个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行为真的很错，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从这样的任务，我希望就是道歉。你先把辅导员的联系方式给我写下来。我把电话给你可以？可以。稍等。写下来。名字？这次绝对没有任何的假。我已经打听掉了，确实是叫刘迪。接你的电话就是我的名字。父母的联系方式。这个球是不一样，这个我妈妈的业务，我妈妈她就告诉我别这样，那你先你爸的，不管我，是我的问题吗？不是，这是我只是一个问题了，这样我也在我爸的这个，他们一个人的心，我妈一个人的心血都在我这，大家，是我逼你的吗？我知道是我有错在先，我就是希望你发善心。